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与韩寒赛车圈地位截然不同，韩寒拼命追求冠军，却仍靠稿费维持，开着10年老车连淘汰款都不换。2026年4月，上海的雨还没停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刚刚结束。王一博和韩寒这两个名字又一次被放在一起比较，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这话听着有点冲，但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韩寒的故事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时他才21岁出头，就一头扎进了职业赛车圈。那时候中国的赛车运动还不像今天这么热闹。很多人连什么是拉力赛都搞不清楚。他靠写书赚的钱来养车，朋友们劝他买房买车，他却把10几万块钱全都花在了赛车零件上。他开的是老旧车型，比如斯巴鲁、迈凯伦这些车，在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和中国房车锦标赛 CTCC 里拼命比赛。到了2007年，他在场地赛 1600cc 组拿到了年度冠军，那天正好是他26岁的生日。这一胜利并不是轻松取得的，他是靠着微弱的优势反超对手才拿到的。2009年的时候更厉害，他在福建邵武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拿下了拉力赛 N 组的冠军，成为了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场地赛和拉力赛双料年度总冠军的人。后来在2012年，他又一次卫冕了拉力赛年度车手总冠军，并且在 CTCC 超级量产组以67分的成绩再次夺冠。资料显示，他在拉力赛上一共拿了好几个冠军，其中还包括2016年驾驶斯巴鲁 XV 赛车赢得的第5个 CRC 车手年度总冠军。那些年里，大家都叫他千年老二，因为维修费用和领航员工资都要他自己承担，车队资源也很有限，所有事情都要亲自动手去做。下雨天泥泞的路上，车子容易打滑或者爆胎，但他依然坚持往前冲。这种精神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而是真正用自己的生命去拼搏换来的。如果换作是你，放弃舒适的生活，选择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并且坚持10年之久，你会怎么做？这就是韩寒，是中国赛车圈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人，才为中国赛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除了自己参赛之外，韩寒还拍了一部叫做《飞驰人生》的电影，把赛车手们的喜怒哀乐表现得非常真实。影片中的许多情节都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来的，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特别过瘾，也让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起这项运动。不过那个时候的赛车仍然是一个小众项目，看台上坐不满人，赞助商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可以说韩寒的作用就像是点燃了一把火，虽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但却为中国赛车注入了最初的激情与梦想。人们提到他的时候总是会说，老韩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你也得承认，在那个年代赛车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想要近距离接触还需要很大的运气才行。相比之下，王一博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选手。作为娱乐圈的大明星，跳舞跳得好，演技也不错，可是一旦戴上头盔，他就变成了85号赛车手。就在今年的上海站比赛中，他驾驶着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从排位赛第24位出发，正赛第2回合更是从第25位起步。当时天气不好，路面湿滑还有积水，车身一直在打滑，别的车手可能会紧张失控，但他却能够轻巧地控制油门并准确调整方向，保持车辆稳定前行。
解说员当场就说这是年度最佳旧车操作。比赛进行到大约30分钟时，他已经成功超越了前面6台职业赛车，单圈时间也从原来的2分03秒357提高到了2分03秒171，比去年的比赛记录还要快接近1秒。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失误，既没有发生碰撞，也没有出现策略错误，甚至还在进站之前挥拳庆祝了一下，那份自信让人看了都觉得激动。最终由队友接棒完成了比赛，取得了全场第16名以及业余组第4的好成绩，距离登上领奖台只差一点点。赛后不少职业车手和工程师都表示支持，称赞他的战术执行能力强，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的操控技巧堪称教科书级别。回顾2025年的赛季，他参加了6场 GT3 赛事，每一场都能站上领奖台，同时还集齐了中国明星车手冠亚季军奖项，实现了大满贯的目标。在珠海站首次亮相时，他就和方俊宇搭档夺得了组别冠军，当时的最快圈速达到了1分39秒502，震惊了不少业内人士。其实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个人成就有多高，而是因为他彻底激活了整个行业。在上海站的比赛前45天，门票就已经售罄，总共5万张票全部卖出，创造了 China GT 成立10年以来的新纪录。当天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突破了5万人次，女性观众的比例也从之前的 12% 飙升至 41%， 甚至是 90% 都有可能。以前看台经常空荡荡的，如今却是人山人海。各大品牌也开始争相赞助，小米成了总冠名商，红牛、嘉实多等27家企业纷纷加入进来，车身广告位置都被挤得满满当当。赛事规模同样大幅扩张，共有57辆赛车同场竞技，相比3年前增加了285个百分点。过去赛车是一项冷门运动，技术人员在修理区大声争吵都能听见，而现在粉丝们跨越城市甚至国家前来观赛，带动了酒店、餐饮等相关产业消费翻倍增长，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旅游产业链条。职业车手张真东坦言，大多数车迷其实就是为了来看他而来，几乎凭借一人之力推动了参赛人数及观众数量的增长。试想一下，一位原本只是追星的年轻人，戴上头盔后心率竟能达到180次每分钟，车内温度高达50多度的情况下，依旧能稳步提升圈速。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原本只是为了追随偶像而来的人群，在看到他全力以赴的表现后，逐渐了解了赛车规则、弯道技巧以及雨天应对方法。正是因为有了王一博的存在，赛车不再局限于内部圈子的小范围交流，而是成为了一个全民都能参与讨论的话题焦点。他不仅仅是在赛道上奔跑，更是带着流量、大众以及新的观众群体一起向前推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如果要认真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他们2个人确实不属于同一类人。韩寒是最早一批探索者，用自己的稿费购买淘汰车辆，花费10年时间拿下多个重要奖项，那份坚韧如同沙漠绝景般艰难，却又珍贵无比。他的地位就如同一块基石一般牢固，向世人证明即使是知名作家也可以认真对待赛车事业，并将其做到极致水平。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韩寒这批早期奋斗者的努力付出，或许今天的 GT3 赛场也不会如此规范有序。另一方面，王一博则扮演着跨界传播的角色，即使是从最后一个位置出发，也能在恶劣环境中连续击败6个竞争对手。不仅自身表现出色，还吸引了大量人群涌入赛场。
他将原本仅限于专业人士欣赏的活动，转变为大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真正的影响力并非取决于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度，而是看他能否引领更多人共同前进。韩寒传递出的是最初的热情种子，而王一博带来的则是广泛的热度效应与商业价值。前者在艰苦条件下开辟道路，后者则借助聚光灯扩大影响范围。两者各有特色，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若非要评判谁更高明，那就像是比较苹果和橙子哪个更甜一样，毫无意义。当然啦，无论何时何地，赛车从来都不只是关于金牌或是人气那么简单的事情。回想当年韩寒遭遇困境，被迫退赛或小心翼翼完成最后一段路程的情景，再到如今王一博面对极端气候条件仍能挽救局势并刷新纪录的画面，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赛道之上考验的是专注力、抗压能力和内心深处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之情。普通球迷表面上看到的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实际上背后隐藏着车手们承受巨大 G 力冲击脖子腰部所付出的努力，还有团队之间紧密配合制定策略的过程。韩寒所在的时代物资匮乏，一切都需要亲自解决，而王一博身处的时代平台广阔，反而有能力回馈给更大的舞台。将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赛车为何变得越来越精彩纷呈。年轻一代进入这个领域时，既要继承韩寒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又要学会借鉴王一博打破界限、吸引外界注意的方式方法。说不定将来真的有机会走向世界舞台展现风采呢。归根结底，赛车界既离不开勇于开拓的先锋人物，也需要善于点燃火花的关键角色。韩寒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无数荣誉，让人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王一博则通过实际行动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于此。至于地位高低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绝对的答案，韩寒展现出的那种执着追求令人钦佩，王一博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力也同样不容忽视。你觉得呢？